欢迎来到新闻频道。当您订阅频道时，演员们会很高兴。谭松韵、逍遥双角色演技封神，还有2部大剧待播。从甜妹到实力派的逆袭，你更喜欢现实打拼还是古装复仇？谭松韵最近在《逍遥》里火了，不是因为她的娃娃脸，而是因为她一人演了2个完全不同的角色，灵动和清冷切换自如，让观众直呼过瘾。但如果你以为这就是她的全部，那就错了。她还有2部大剧等着播，一部是演山区姑娘闯深圳的《我的山与海》，一部是演古装丫鬟复仇的《兰香如故》。这2部剧里，她彻底扔掉了甜妹的帽子，用实力证明自己是个真正的演员。在《逍遥》中，谭松韵扮演了逍遥和宁安2个角色。逍遥是个江湖小骗子，扎着双马尾，穿着明黄色小裙子，贪财却善良。宁安则是个清冷孤傲的角色，气场强大。谭松韵通过细微的眼神和动作变化，让观众一眼就能区分出谁是谁。一场落水戏，他演出窘迫，面对小妖，眼神瞬间柔软，遇到危险，从怂到勇的情感转换自然流畅。这些细节让角色活了起来，观众在弹幕里刷演技在线。逍遥开播后，豆瓣评分迅速上升到 8.5， 网络播放量首周破亿。谭松韵的双角色演绎成为热议话题，微博相关讨论超过10万条。不少影评人指出，她的表演细腻而不做作，打破了古偶剧的套路化表演。为了区分角色，谭松韵在声线上做了调整。逍遥的声音轻快活泼，带着俏皮感；宁安的声音低沉冷静，充满威严。服装设计也帮了大忙。逍遥的服饰色彩鲜艳，宁安的以素色为主，视觉对比鲜明。观众尤其称赞一场对手戏，逍遥和宁安同框时，谭松韵靠眼神和姿态完美切换，没有使用任何特效辅助。这场戏拍摄时，他反复练习了数十次，确保每个镜头都精准。接下来是我的山与海。这部剧改编自梁晓声的小说《我和我的命》，讲的是70后山区姑娘方婉之的奋斗故事。谭松韵饰演方婉之，从20岁演到中年，时间跨度几十年。方婉之本来考上了大学，但因为家庭变故，被迫退学。20岁时，她孤身一人去深圳打工，从流水线女工做起。白天在工厂里被组长骂，晚上挤在10人间宿舍里睡觉。她边打工边读夜校，学习知识。后来，她遇到了2个姑娘，李娟和郝倩倩，3人组成创业铁三角。他们凑钱开了个小作坊，从组装零件开始创业。过程中，他们被骗过货款，遇到过金融危机，但始终抱团坚持。最终，公司成功上市，方婉之成为上市公司创始人。功成名就后，方婉之没有忘记家乡，她带着收养的孤儿回到大山，建学校、办工厂、做直播助农，完成了从走出大山到回归大山的人生闭环。这个角色原型融合了多位真实女性创业者的经历，故事接地气。为了演好这个角色，谭松韵做了大量准备。她素面出镜，特意晒黑了肤色，让自己看起来更像农村姑娘。开拍前，她去缝纫厂体验了2周流水线生活，手指被针扎烂，只为真实感受角色的辛苦。她还专门学了贵州方言，在剧中从带乡音的羞涩到后来的流利普通话，展现了角色的成长。在体验生活时，她和真实女工同吃同住，学习操作缝纫机，手上磨出了茧子。在剧中，谭松韵的表演细节到位。初到深圳时，她眼神里带着胆怯和好奇。创业初期，她表现出倔强和莽撞，成功之后，她的举止从容通透。一场在工厂熬夜加班的戏，
她累得直接趴在机器上睡着，观众看了都说心疼。我的山与海已经确定在优酷平台播出，预告片发布后，抖音点赞数超过50万。网友评论说，谭松韵这次完全突破了自我，看到了她作为演员的可塑性。该剧的剧本扎实，展现了改革开放背景下普通人的奋斗史。另一部待播剧是《兰香如故》，这是一部古装宅斗权谋剧，改编自何燕山的小说《兰香园》。谭松韵搭档刘学义领衔主演，还有李梦、郭柯宇等实力派演员加盟。谭松韵在剧中饰演沈佳兰，本是大学士府的千金小姐，和吏部尚书家的长孙林锦楼有婚约。但朝堂突变，祖父被定为谋逆，沈家满门抄斩。林家为自保，解除婚约，转头和赵家结亲。沈佳兰侥幸被救，用家奴女儿许兰香的身份潜入林府当了3等丫鬟。从此，她隐姓埋名，忍辱负重，一边生存，一边寻找机会为家族洗冤。她和林锦楼展开了长达10年的爱恨博弈，最终洗刷冤屈，成为林家当家人。这个角色对谭松韵是双重挑战，她一人要演沈佳兰和许兰香2个身份。沈佳兰是端庄高贵的千金，许兰香是低微警惕的丫鬟。谭松韵仅靠眼神就能切换身份。作为丫鬟时，眼底藏着警惕和隐忍；作为千金时，举止端庄得体。剧中有一场奉茶戏，沈佳兰作为丫鬟给主子奉茶，她低头时，手指关节因为隐忍而发白，抬头瞬间换上谦卑的笑容。这个细节被网友称为封神瞬间，截图在微博转发过万。兰香如故确定在腾讯视频独播，预计2026年上线。预告片在抖音上已有200万点赞，相关话题阅读量突破10亿，观众期待值拉满，认为这将是谭松韵的又一代表作。谭松韵在采访中提到，为了演好沈佳兰，他研究了古代礼仪和宅斗文化。在片场，他经常和导演讨论角色心理，确保每个表情都符合人物状态。他还学习了基础中医知识和刺绣技巧，用于剧中情节。从《逍遥》到这2部待播剧，谭松韵的戏路越来越宽。在《我的山与海》中，他晒黑素颜，体验工厂生活；在《兰香如故》中，他苦练眼神戏，演绎身份转换。这些努力都体现在了作品中。观众对他的评价也在变化。以前，人们叫他甜妹专业户，现在更多人认可他作为实力派演员的潜力。社交媒体上，关于他演技的讨论越来越多，知乎上有专题分析他的表演技巧。谭松韵的转型并非一蹴而就，他从小角色做起，一步步积累经验。在《最好的我们》中，他演活了高中生耿耿；在《以家人之名》中，他展现了角色的成长。如今，他挑战更复杂的角色，证明了自己的多样性。在《我的山与海》片场，谭松韵和演员董卿希望成为朋友，3人一起练习方言，讨论角色。一场创业失败的戏，他们抱头痛哭，演出真实情感。导演透露，这场戏拍了3条，每次谭松韵都哭到脱力。在《兰香如故》中，谭松韵和刘学义的对手戏备受关注，2人从婚约关系到主仆关系，再到最后的相爱相杀，情感层次丰富。一场雨中对峙戏，拍了整整1夜，谭松韵全身湿透，但坚持不用替身。这些幕后故事都显示了谭松韵对表演的敬业。他不是靠流量，而是靠作品说话。随着新剧的播出，他的演员之路将更加广阔。我的山与海的剧情基于真实事件改编。方婉之的创业历程反映了中国女性在改革开放浪潮中的坚韧。谭松韵在演工厂戏时，亲自上阵操作机器，手部特写镜头中能看到细微的伤痕。
兰香如故的权谋线复杂，沈佳兰通过管理账目、刺绣技艺、医术知识，一步步在林府站稳脚跟。谭松韵为此提前几个月进组培训，学习古典文化和礼仪。谭松韵的演技得到业内认可。在《逍遥》播出后，有影评人评价她的表演细腻而不做作。在待播剧预告中，观众看到她的角色转变，纷纷表示期待。网络数据现实，她的剧集通常有稳定的收视基础。从数据来看，谭松韵主演的剧集在播出期间，网络讨论度居高不下。逍遥的微博话题阅读量超过20亿。我的山与海和兰香如故未播先火，预告片播放量均破1000万。在拍摄我的山与海时，谭松素颜出镜的照片被剧组流出，网友惊叹他为角色的牺牲。他表示，演员应该服务于角色，外形变化是基本要求。这种态度赢得了粉丝和观众的尊重。兰香如故的剧本经过精心打磨，宅斗和权谋元素结合紧密。谭松韵在演绎时注重角色内心戏，通过微表情传递情感。一场揭露真相的戏，她眼神从隐忍到爆发，层次分明。谭松韵在片场的敬业精神多次被同事提及。在我的山与海中，她为了演好生病戏，真的饿了一天。在兰香如故中，她练习跪姿直到膝盖淤青，这些付出让角色更加真实可信。观众通过预告片和花絮看到了谭松韵的另一面，她不再是那个只演甜妹的演员，而是能驾驭多种题材的全面型选手。这种转型在90后女演员中并不多见，引发了广泛讨论。谭松韵的角色选择显示了她对职业生涯的规划，从青春剧到现实题材，再到古装权谋，每一步都走得稳健。她的表演风格以细腻著称，擅长用细节打动人心。在我的山与海中，方婉之的奋斗故事激励了许多观众。谭松韵的演绎让这个角色有了温度，从底层挣扎到成功逆袭，过程真实可信。剧中的创业细节取材于真实案例，增加了说服力。兰香如故的服画到精致，谭松韵的造型从千金华服到丫鬟布衣，对比鲜明。她通过仪态变化区分身份，千金时步伐优雅，丫鬟时低头疾走，这些小动作都经过设计。谭松韵的台词功力在《逍遥》中有所体现，双角色的声线差异明显。在待播剧中，他继续挑战方言和古语，力求完美。配音导演评价他的声音可塑性强，能适应不同角色。网络热议中，观众对谭松韵的期待值不断升高。他的待播剧被列入年度最期待榜单，相关搜索指数持续上升。业内预测，这2部剧有望成为爆款，巩固他的演员地位。从市场反应看，谭松韵的剧集往往具有较高的口碑和收视率。逍遥的成功为他赢得了更多机会，而待播剧的题材突破将进一步拓展他的受众群。数据现实，他的粉丝群体正在从年轻观众向更广泛年龄段扩展。谭松韵在表演上的投入，从幕后花絮可见一斑。他经常和编剧、导演沟通角色，提出自己的见解。在我的山与海中，他建议加入更多工厂生活的细节，让故事更丰满。兰香如故的拍摄历时多月，谭松韵全程跟组，没有使用替身，打戏和情感戏都亲自上阵。一场被鞭打的戏，他要求真打，背上留下了红印。这种专业态度得到了剧组一致好评。观众通过社交媒体表达对谭松韵的支持。他的微博评论区充满对新剧的期待，相关超话活跃度居高不下。从数据看，他的剧集预告片转发量通常破100万，显示出强大的观众基础。谭松韵的转型案例被多家媒体分析，他从一个类型演员成长为多面手，过程公开透明，
通过作品说话。他的经历激励了许多年轻演员，证明实力比标签更重要。在我的山与海中，谭松韵与董卿、希望的合作默契十足，三人在戏外也是好友，经常分享拍摄趣事。这种化学反应让剧中的创业铁三角更加真实可信。兰香如故的权谋戏份复杂，谭松韵在演绎时注重逻辑性。他为角色写了小传，梳理了沈佳兰的心理变化轨迹。导演表示，他的准备充分，让拍摄效率大大提高。从收视数据预测，谭松韵的待播剧有望延续逍遥的热度。平台方优酷和腾讯视频都给予了大力推广，预告片投放覆盖多个渠道，网络预约观看人数不断攀升。谭松韵的表演细节在业内受到称赞，他擅长用眼神传递情感，在逍遥中双角色切换自如，在待播剧中更是挑战极限。影评人认为他的演技已经进入成熟期。在我的山与海的片场，谭松韵经常向真实工人请教，学习操作技巧。他还参观了多家工厂，了解流水线工作的艰辛。这些体验让他的表演更具说服力。兰香如故的古装造型精美，谭松韵在剧中的妆容随身份变化，千金时期妆容精致，丫鬟时期素淡自然。他通过细微的妆容变化辅助表演，增强了角色辨识度。谭松韵的剧集往往引发社会讨论。我的山与海触及女性创业话题，兰香如故涉及家族权谋，都具有现实意义。他的表演让这些话题更加生动，吸引了不同观众群体。从商业价值看，谭松韵的剧集广告赞助充足，品牌合作多样。他的形象从甜美转向实力，吸引了更多高端品牌关注。数据现实，他的代言数量在待播剧宣布后有所增加。谭松韵在片场的专业态度，从同事评价中可见。刘学义在采访中称赞他的敬业，李梦表示和他合作学到很多。这种口碑积累，让他的行业地位稳步提升。我的山与海的剧本经过多次修改，力求真实。谭松韵参与讨论，提出对角色成长线的建议。最终版本中，方婉之的奋斗历程更加连贯，情感转折自然。兰香如故的宅斗戏份拍摄复杂，谭松韵需要记住大量台词和走位，他提前数月背词，确保拍摄顺利。一场大型宴会戏，他连续工作10几小时，没有怨言。观众通过预告片看到了谭松韵的演技爆发。在我的山与海中，他哭戏真实感人；在兰香如故中，他眼神戏充满张力。这些片段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，点赞数破100万。谭松韵的转型之路，从数据看是成功的。逍遥的豆瓣评分稳定在8.5以上，待播剧的预约量持续增长。他的演员之路正朝着更广阔的方向发展。